现在这块肉就是最接近河豚有剧毒的那个部位。河豚料理真的是日料界里的一股清流。当别的日料都真正来腥风血雨的时候，它仍然保持着几百年前的模样。今天我们要去的就是一家马云曾经去过的，但是非常小众的一家店，小众到它连本地人都鲜有人知，因为它藏的实在是太深了。但是去之前我有个疑问，为什么河豚生活在海里，但又要叫河豚不叫海豚呢？因为不能吃海豚。又到了吃河豚的日子。它是开在驻地的一个私人古宅里面，就是你走这过一定不会以为它是一个餐厅，没有任何的门头和店名，保持着江户时代那个名门贵族的神秘感。但他家又是公开预约的。第一个菜依然是河豚鱼皮，它里面是河豚肚子上的皮和背上的皮，然后还有安康鱼的肝。它这个还是一种非常高级的河豚鱼皮的吃法，因为它的胶原蛋白含量非常的高，所以吃起来特别的爽滑，配上颗粒感的干酱，有一点像酸辣版的鸡肾拌凤爪，又有点像海蜇皮，但它不管怎么调味都没办法盖住河豚那个本身独特的野味儿。接着是2片河豚腹肉的刺身，野生的河豚肉有个特点，就是它嚼着嚼着会有一点回甜，而且它嚼起来特别的紧，有一种介于蛇肉跟鸡肉之间的感觉。所以紧接着就是主菜河豚刺身，全新的吃法，没见过的。就是这道菜独特的吃法，我们之前讲过，用鱼肉卷的鱼皮搭配小嫩葱抽成醋，像北京烤鸭一样卷着吃。你可以按照这个吃法，当然你也可以随便吃，美味。你可以看到它这个河豚肉真的切得非常薄，切河豚肉的这种切法还有一种专门的称呼，叫河豚脂，就是在好店它必须是半透明状的鱼肉，因为只有这个厚度才能体现河豚那个独特的弹性。继续吃菜，接下来是2盘烤鱼，它这个部位主要还是吃鱼皮，还是因为它胶原蛋白太多了，就算烤过之后，它的鱼皮还是比鱼肉厚，就吃起来非常的像烤猪蹄，就是胶原蛋白一样的东西。下个菜非常好吃，它是松茸鲍鱼，上面那个黑色的酱就是鲍鱼干磨成的酱，但是它和河豚有什么关系呢？我再三跟服务员确认之后，发现它跟河豚没有任何的关系。它下面那个就是鲍鱼和松茸汤的出汁，用2片松茸夹着1片鲍鱼，那个菌香味特别的浓厚，搭配着鲍鱼干酱那股浓郁的醇香，汤也可以一口喝了。是吧？紧接着是一盘披萨，他们这个披萨是用河豚卵做的，河豚卵本身是有剧毒的，放置到2年以上就可以完全去毒，而且营养价值还很高。吃起来披萨整体的味道还是奶酪味比较突出，河豚的味道比较淡，它主要是能吃到内脏脆脆的口感，有点像爆珠，有点像鱼皮。喜欢吃披萨的人应该会选这个菜。接下来就进入了河豚料理最重要的一个环节，烤肉。服务员会把烤架端到你的面前，然后一点一点跟你讲，最先烤的是皮中肉，简单来说就是皮下和肌肉上面的肉，这一块的口感会非常的弹，但它的弹是那种滑弹，肉吃起来会很嫩很多汁，它比鸡肉还要韧。接着这个是上皮肉，它非常的珍贵，因为它是肉带着皮，它吃起来会更有胶质感一点，有一点像猪皮带的猪肘，因为很厚，所以嚼起来口感特别好。它这个烤肉还原的就是河豚最本身的味道。河豚的一个特点就是它肉里面的汁水特别的多，感觉嘴里盛了一碗海鲜汤。接着是我最喜欢的一个部分，就是炸河豚。它是河豚的脖子肉。炸河豚最大的特点就是它会完全放大河豚的野味儿，就是你嚼开外面那个酥皮，里面的河豚馅儿会直接爆出来，搭配上它外面的一点山椒，就整个一口下去之后的香气特别的丰富，太少了。然后这是一个河豚大烩菜，它有点像清汤的河豚麻辣烫，但是整体的调味比较像葱油鸡，里面除了会给一大块河豚肉之外，还有一些葱丝和菌菇，还有豆腐和最下面的一块昆布。它味道最鲜美的地方其实它的汤带着一点酱油味和葱香，还有一点河豚的香味，它就是水灵灵的一碗炖菜。最后的主食也很传统，是用炖河豚的汤加上海带做成了烫饭。它这个卖相其实很像海鲜粥，但是不管怎么说，在冬天吃上这么一碗热腾腾的冒着热气儿的河豚汤饭，还是非常的享受，也是非常好的一个结尾。总的来说，这家店非常适合第一次来吃河豚的人，非常的适合约会，但是不适合填饱肚子。阿杰推荐指数8.5分，嘎面儿。大家都说人是铁饭是钢，一顿不吃饿得慌，所以没错，又到了吃米饭的日子。今天这家店有够神秘，没有指示牌，连个门面都没有。好黑啊！我也是在杂志上面看到的它，一家东京新进的怀石料理。今天依旧不用点菜，又是被安排好的一天。他们家的特色菜就是米饭，一开始会有5种米给你选择，我们也是第一次来，那就选这个最贵的吧，幻之米，非常的专。那我们开始吧。不愧是新进怀石，前菜都非常的精致，像运动系法餐。第一个菜，冬瓜海胆海鳗，冬瓜已经煮得特别的软，感觉80岁的爷爷拿掉假牙都可以吃。冬瓜好吃，海鳗吃起来还有点鲜甜，不过它整体的味道都很清淡，清新装逼的味道。这个是番茄芥末纯菜，该怎么形容这个味道呢？它像是有股奶味的鼻涕，但是又有一点淡淡的果酸味，不过也不难吃，就是越吃越饿。它的前菜好多啊，这个像东北的冻肉居然是甜的，里面还有个很大块的无花果果肉，吃起来冰冰的，有点像果冻。这一整盘的味道就是特别的夏天，爽口开胃。这一小坨是豌豆饭团，就是比较有嚼头的糯米饭，有点粘嘴。好饿，今天不是来干饭的吗？最后一碟的红薯也是甜的，总之吃出了五谷杂粮的感觉，都很清凉。接下来是刺身拼盘，第一口煎鱼，不出意外的很腥，好腥，好喜欢。不过它这个咸腥味是特别的下饭。第二口金枪鱼，我的最爱，他家的鱼肉还是挺鲜的，像果冻一样的金枪鱼。最后是鲷鱼，2片一块吃，豪华双层双倍肥嫩。我们的饭呢，仍然是前菜，
真正的茶碗蒸蛋，它这个蒸蛋一进嘴就是浓浓的玉米味，好好吃啊！淡淡的玉米甜味，可能还配上那些黄油或者芝士，主要就是他们家的菜太斯文了。接下来又是我们的活到150环节，满脸情愿的吃下了一碗蔬菜，我可真行！终于千呼万唤使出来一锅米饭，小心翼翼的揭开碗盖，惊不惊喜？他只给了你一口米饭，可能是怕你噎着吧？一旦接受了这种装逼的设定，不行，根本接受不了。表演一个空手吃白饭，他家这个最贵的米，吃起来它有一种夹生的感觉，不过也有可能是它密度比较高，口感相对较硬，但它就是有股嘎吱嘎吱的咀嚼感。杯子里配的是鱼汤，趁米饭不注意一口喝了。这个金灿灿的非常像中国菜，它其实是萝卜丝，非常像国内的金丝饼。接下来服务员把锅端上来了，然后给我们每人盛一碗，然后周围那些满满当当的小碟子就是配菜，里面的烤鱼有一股浓浓的青椒味，这个是真的巨下饭。但是吃两口这个米饭之后，你会发现它有一股淡淡的酒香，然后它的烤鱼又自带油水，配上这个颗粒分明的米饭，这一口非常的绝。我本来想自己添饭的，结果非得大酱来。接着是厚蛋烧，它这个米饭慢慢的吃起来又像是小时候去外婆家那个土灶蒸的米饭，淡淡的烟火气。自己在这分析了这么多，会不会人家就直接用淀粉煲煮了？再配上一点小银鱼，还有肉末，就吃起来特别的早餐。但是这么优秀的米饭怎么能少得了寿喜烧？他们家还真的有蛋液卷着和牛，再配上一口米饭，和牛的油脂，蛋液的滑嫩，它永远都是我长胖的理由。开启了刨饭模式，寿喜锅果然能激发出米饭最大的香气。以前好像还没有这么认真的吃过米饭，今天算是一个新认识，好吃。阿基推荐指数8分。吃肉的时候为什么会很快乐？有人说好像是因为它能让我们大脑里的多巴胺和血清素快速的积聚，所以我们又找到了一个吃肉的新借口。在日本呢，吃肉有2个好地方，除了那种贵的要死的烤肉店以外，第2个就是居酒屋了。又到了吃居酒屋的日子，先是去吃一家牛舌专门店。牛舌这家店现在被日杂评为东京居酒屋 Top 10的第7名，店面越小味道越正，不知道在日本适不适用，而且只有晚上开门。你知道这家店有多挤吗？我们坐下来基本上就是人挨着人，菜单上面基本上就是各种牛舌的吃法，烤的、炖的、刺身的，在精准的选择过后，我们全部要了一份，肯定吃得完哈。第一盘就是他们家的名物烂煮牛舌，它其实端上来的时候我还觉得它外貌普通，但是它的第一口真的很惊艳。超好吃！它这个牛舌切得很厚，但是超乎想象的软烂，用筷子都可以把它切开的那种。就是如果你牙不好，也不一定要吃地中海料理，这家店也可以满足你。压上，我估计这得炖了6-7个小时才能达到这种口感。上面撒了一点胡椒粉，微微辛香的味道点了睛，丰富了牛舌的口感。空吃的话可能会有点腻，搭配一点芥末，你可以一个人炫2盘。你甚至不用嚼它，烤牛舌就完全不一样了，这个口感特有韧劲，像烤鸡胗。它这个虽然没有那种高级烤肉店里面外国模特给你烤的那么好吃，但是它过瘾啊！它带着一股独特的木炭香气，肉感弹牙，像是舌尖肉的那种越嚼越香。配菜给的是卷心菜泡菜，一起吃像是在吃东北烤肉加酸菜，非常的地道。太绝了！牛舌挺好吃，但是还有更重要的事儿，就是我最近也430万粉丝了，所以趁苹果14新机发布之前，我联合拼多多准备了100台苹果13库存，国行正品全国联保，关键是价格还超级优惠，直接点评论区置顶链接就可以抢，只要能点开就是还有名额哈，等过几个月14出来就很难抢了，还不会有这么便宜。好了，继续下一盘，然后这一盘是红酒牛舌，听起来就是满满的西洋风。这叫平价法餐吗？和风的红酒酱汁在长时间的炖煮下，已经完全炖进了牛舌肉里面，配上一点黄芥末，红酒的香味会在你咬开牛舌的一瞬间漫到整个口腔。明明是炖煮的丝丝分明的牛舌，但是那种柔软的口感会有一瞬间让你以为在吃棉花糖，上下的牙齿一碰牛舌就下来了，它已经没了，在我的嘴巴里边消失了它。还有这个面包片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啊，牛舌的肉汁配上红酒，再灌注到面包里面，有法餐那味儿了。这个面包都没刚才那个牛舌软。炖魔芋块也是超级入味，这个牛舌相对小块一点，它这个汤鲜的像那个翘脚牛肉的味道，我敢说用这个泡饭，我2口泡1碗，再撒上一点六婆，我安详。而且我特别喜欢汤里有魔芋，就像奶茶里面要有一点珍珠和椰果一样。它这个清煮的牛舌汤莫名有种关东煮的感觉，里面有薄切的牛舌还有豆腐和萝卜片，汤喝起来很清甜。哇，它就是日本家庭料理的味道，软嫩鲜甜的豆腐就很棒。最后的主食是烤饭团，据说古时候武士们上战场的时候，他们就会在兜里揣这个东西，但它其实并没有那么好吃，看上去像是外脆里嫩，但实际上是外焦里深。但这家店有一说一，我很喜欢，一家从昭和年间就一直专心做牛舌的小店，虽然店里有些挤，但是这种和谐的氛围就非常的适合下班之后和同事过来炫2盘。阿基也真的很热情，喜欢这种传统居酒屋的氛围。阿基推荐指数8分。看回样，我一直想不通一个事儿，水饺这么好吃的东西，日本为什么那么少？于是我就在东京搜到了这家店。又到了吃中餐的日子啊！他们家现在非常的有名，因为他最近上了日本的米其林推荐榜。那么简单的概括一下，大概就是牛逼。すみません。中国語話せますか？
啊，太好了！我跟你们也是一样，第一次吃个水饺都要预定。什么呀？这是他们家点酒的菜单。那这种武侠剧里面的册子真的超酷，好吗？我们两个把所有饺子都点了一份，放心吧，吃得完。第一个菜棒棒鸡，但这个和我在四川吃到的好像不太一样啊。红油的辣椒呢？它像是上海味道的棒棒鸡，麻酱味特别浓，吃起来的第一个感觉就是特香特甜。我这个川渝味还是想念红油香辣棒棒鸡。现在的减脂餐又达标了。下个菜是皮蛋豆腐，感觉好像国内很多地方都有这个菜，这个好像还是一个福建的名菜。我不喝酒，我不抽烟，但是我吃皮蛋。皮蛋那股特殊的汽油香味和滑嫩的口感，超级下饭。想起了在四川经常吃雷椒皮蛋，要是有一点折耳根就好了。然后就是今天的第一盘饺子，煎饺，老板给它取名字叫花饺子，摆的这种花的形状，还有我们中华的。它这个底盘煎的真的很漂亮，完美光滑的一个曲面。先来一个原味的，什么都不蘸，它这个一口下去里面是会真实爆油的，饺子的底部煎的脆脆的，其实就很像国内吃的锅贴。我一下不知道应该怎么形容饺子的好吃，但是就是一口回到家乡的感觉，里面有香菇、葱、木耳和猪肉，就像是三鲜馅的锅贴。接下来是一盘四川风的辣油饺子，每个饺子的上面都调好了熟油海椒和香菜，这个看着就很香。饺子一进嘴，最先感受到的就是辣子的香气。他们家的饺子皮真的很薄，里面就是最纯正的肉馅儿，为了突出辣油的香气，它那个辣油是泛甜的，太配饺子了，一口一个水饺太好炫了。突然好想吃粥水饺。接下来是这个，我真的头一次见豆腐水饺。朋友说他在东北经常吃这个，所以为什么南方不吃豆腐水饺？里面还是那种水豆腐，调味是微微带一点海鲜味，那辣油特别冲，后面添点盖，有点鲜虾鱼板面的味道，里面的豆腐甚至还能感到一点弹性，对，就是那个淡淡的海鲜味，再蘸一点熟油，真爽。第四盘是鲜菇虾仁，因为它皮很薄，你都能看到里面虾仁的形状，还是蛮大一个的。老规矩哈，第一口不蘸料，虾仁很新鲜，吃起来脆弹脆弹的，加上香菇的鲜味和这个又软又韧的口感，蘸个辣油香味加倍。我又想夸他们家这个辣油了，我感觉蘸那个都很好吃，就是那个。接着是一笼热腾腾的蒸饺，虽然它长得有点像馄饨，虽然它进嘴那个滚烫的油着实有点冒犯了。别人生菜包肉，我连白包饺子，最后再来个肉粽，里面包的是鸡肉，咸口的啊，这个和四川的是一个味儿。它这还加了一点茄子。其实我今天莫名的有些感动，就是这种从小吃到大的东西，老板能把它从一个小店做到米其林推荐，而且走进他家还有一种特别温馨的深夜食堂感，就是感觉特别温暖。好啦，阿基推荐指数9.5分，卡玩意儿。寿喜烧最早起源于日本的古早年代，但都过了几百年了，它为什么还这么受欢迎？又到了吃寿喜烧的日子。今天我们去了这家店，我自认为的天花板，因为它好像除了贵就没什么缺点了。这个一进店就是一如既往的日式浮夸装修，每桌都是独立包间。我猜来这儿吃饭的人多多少少都有点隐私，阿姨一般会跪在旁边把所有的菜都给你弄好，你啥也不用管，只用管好信用卡的额度就好了。他家的前菜依旧非常的精致，这个好像是山楂豆腐，吃起来酸酸甜甜的，一道滑嫩的饭前甜品。这个冬瓜鳗鱼还挺惊喜的，冬瓜那股淡淡的清甜反而降低了鳗鱼的存在感，在日本算最清淡的前菜了。再来一口苦瓜海葡萄，嘎吱嘎吱的口感。话说南方人都吃过海葡萄吗？为什么我连海葡萄都没有吃过？第二盘前菜是刺身，有章鱼、金枪鱼和鲷鱼啊。今天不是吃寿司就直接跳过吧。然后就开始做寿喜烧了。第一盘是2片 A5 双酱，5200日元一片。他家的特点是每一片肉都会给你搭配不同的配菜，就是一肉多吃特别讲究。我们的第一片就尝试一下包萝卜泥和豌豆苗吧。它这一片和牛真的太大了，你们知道第一口进去的口感是什么吗？就是一种直冲天灵盖的鲜甜，是那种肉类脂肪独特的甜味，超级的软，因为脂肪分布的特别均匀，入口就特别顺滑，再加上那个酱汁和萝卜泥的甜味，清甜而又收敛的味道。下一片是一块超大的里脊肉，这个我们还是跟蛋黄液一块吃，先用肉把它挤爆，然后再用你们的2颗小门牙轻轻的把肉分开，吃的时候就是一顿操作，往自己的嘴巴里面加 buff， 唇齿间真的牛肉所过之处，处处留着和牛的香味，就这一口那个味道就值回今天的门票钱了。用芦笋蘸着剩下的蛋液，有那么一瞬间觉得蔬菜里面都充满了肉香。我发现就是不管夏天有多热，吃寿喜烧还是香的。这几天东京真的很热，大家也一定要好好防晒。我最近就一直在用 Orbis 的隔离，有防晒效果，日常使用完全够。我喜欢它那种水水的质地，上脸很清爽，不油不黏，还有点均匀肤色的效果，但是又没有妆感。脸上如果有一些小瑕疵可以遮住。我身边的女性朋友还会搭配他们家的 CP 产品防晒粉饼，说是用粉饼来补防晒，很方便还不容易化妆。好了，我们继续吃菜，接下来是锅里的蔬菜。其实这里面我最喜欢的是茄子，就是茄子这种特别吸汁儿的东西很适合寿喜烧，所以茄子不管是外面还是里面都特别香，要不然茄子肉末为什么那么下饭？它也要裹满蛋液，这样会更加嫩滑，一口下去满嘴爆甜汁，而且茄子的奶香也很浓，我现在就可以干4碗饭。是夏天的味道。接下来的一片是蛋液裹牛肉，裹萝卜泥，裹豌豆苗，吃法逐渐复杂，香味快了加倍。这一口下去就是爽滑中带着咀嚼感，肉香四溢，大块朵颐啊！说的就是这个。肉烧完之后就会在里面加一点乌冬面，它是在刚才和牛的油水里面煮的，取其精。它吃起来微微泛甜，就像是清汤杂酱面最后2口的那个味道。面条里面浸满了肉香，就让我特别怀念
成都的那个怪味面。接下来是没有人可以拒绝的寿喜烧配米饭，滑嫩黏糊的蛋液裹着热腾腾的米饭，到底是米饭升华了和牛的甜味，还是和牛让米饭变得更甜，都不重要了，刨就完了。这个小火锅就非常像老北京涮羊肉，它这个吃的就是和牛最原本的味道。第一口我们就只卷一点葱，送进嘴里先是葱根的甜味儿，然后再是和牛雪花散开的味道，再来一片芝麻酱寿喜烧。我感觉北方人看到这个画面，嘴巴里面应该有味道了吧？虽然芝麻酱浓郁的香气已经把和牛的味道给盖住了，其实有点像东北麻辣拌，芝麻酱里加白糖，又鲜又甜。芝麻酱真的很爽。整体来说，虽然他们家确实有点贵，但是每一口都有特别好的体验。如果真想吃寿喜烧，选他们家应该没错，服务也特别到位。不过说回来，今天就算出了很多汗吃了寿喜锅，脸也没有花，一点儿也不油，真好。好了，阿基推荐指数9分。嘎玩意儿！突然发现自己好像很久没有吃过早饭了，主要是因为没动力。但是今天这家店传的实在是太凶了，又到了吃早餐的日子。这么早起来的动力还不是因为这个米其林3星。米其林3星的早餐那可太装逼了！你们知道拿到3星有多难吗？就像是我们这边塔被推完了，然后我们的辅助一个人去偷塔，还把对面水晶推了，好像不是很恰当。但总而言之，就是3星的店非常的少，全球范围内都很少。这个我的铺垫越来越长了，我们到门口了。嗨。不愧是京都的7大名店，他家有400多年的历史。400多年前你在干嘛？德川家康已经统一全国了，而你还在纠结怎么牵隔壁同学的手。早饭不长胖，我们开始吧。有一说一，他们家的餐具是真的很精致。第一个是可以拆分成3层的葫芦器皿，第一盘里面有半熟蛋、油菜和蚕豆，还有一块鱼饼，叶子包着的是未知食物，也就能塞个牙缝吧。浅尝一下，半熟蛋煮的还是不错的，蛋黄由外而内，是凝固转为溏心，还可以，口感温润甜糯，甚至像在吃布丁。再来块鱼饼，普普通通；吃一口芝麻油菜，普普通通；再来颗蚕豆，普普通通。哈哈，可以这样讲吗？放屁豆。下一个谜底揭晓，叶子里面包的是2块很小的甜鲷寿司，会带着一股淡淡的清香。这个葫芦器皿里面的第一碗绿色的是青玉水芹和魔芋豆腐，吃进去清甜脆口。第2碗是清蒸鲈鱼，里面配了海藻萝卜泥，整体味道会有些清淡。那今天哪个菜不清淡呢？第3碗是当季的食材，里面有清煮的鱼豆腐，还有鲷鱼和笋。像一个僧人早起修行。但是豆腐海带汤啊，日本人的早餐标配，成都人吃到这里感觉自己不会再快乐了，一点味道都没有。到了他们家的重点，就是这碗粥，他家最早就是靠这个出名的。那个时候很多艺妓在通宵之后就会很喜欢来喝他们家的粥，久而久之就出名了。他们熬得非常的粘稠，米汤都已经熬成了奶白色，米粒都已经绽开了。旁边的碗装了一碗调好的料汁，淋到汤上之后有点味增汤粥的感觉，再配上旁边的小菜，感觉和国内还不太一样。他们家是把菜都吃完了才把粥给你端上来，有种为了一碗粥过五关斩六将的感觉。出产量份出的就是这个，然后一顿下来其实还有点贵，但真的非常的朴素清淡，但是却又温暖舒坦。毕竟他家是全世界米其林3星店里面唯一一个卖早饭的，所以如果你来了京都还有力气起床的话，可以来试一试这家店。哇，困了我。阿基推荐指数8分。啥玩意儿？等一下，他们说在日本除了烧鸟、寿司、天妇罗就没有别的东西了。我寻思也不是这样。总而言之，今天就是又到了一个反正不会是吃烧鸟的日子。今天我们绝对不会吃任何的日料。今天我们去的是一家在东京很有人气的德餐馆子，德国菜。第一个想到的是什么？脆皮猪肘。今天这只猪它肯定是逃不掉的。吃肉不长胖，我们开始吧。不管是店里的氛围还是这个菜单，已经有点那个味儿了。既然是一个成人局，我们是不是要来一点这个德国特产小鸟伏特加啊？德国不就是被它干掉的吗？骗我喝不来。好啦，第一个菜煮的清口贝，饭前一口汤。这个汤喝起来很鲜的同时，还有一点微辣，有点像在乐山喝的那个翘脚牛肉汤的味道，只不过它是海鲜版的。清口的肉还是挺有弹性，打开都是爱你的形状。德菜里面的头排肯定是香肠了。给你们看看这盘有多长。第一排是番茄土豆味，怎么那么像美式快餐？它这个吃着会有一股很明显的烟熏味，但是它又盖不住那个肉汁的那个味道。里面香肠的肉很扎实，一口下去肉感十足，还有点黑胡椒的味道。旁边的脆皮土豆一定要蘸那个孜然番茄酱，又甜又像烧烤的味道。这边建议亲想象一下羊肉串蘸番茄的味道，有一点上头，不太确定，再吃一口。这种是真的比清淡的日料好吃太多了。这个厚切培根我狂喜欢，它下面配的是酸菜，而且那个培根是厚切很紧实，有点韧性又有点弹性的那种，肥瘦相间，但是一点都不齁咸。培根的油脂配上微微泛酸又带一点咸味的酸菜，真的太美好了。酸菜就是完美的在给培根解腻。这一盘烂泥是芝士培根土豆泥，第一口吃进去还挺大满足的，那种奶香再加上黄油独特的香气。不过是不是德国土豆泥都不会那么细腻啊？像那个捣碎的蒜泥，一整个很干瘪，它那个坨坨感非常明显，甚至有点像云南的那个老奶洋芋。这个墨西哥辣酱你们谁吃过？浅尝一下吧。它特别像加浓版的泡椒凤爪水。我们用它来试一下这盘新的香肠，这一根是带辣味的德国烟熏香肠，只不过它里面的肉汁也是加上刚才那个辣汁，就吃起来很酸爽。这也太恐怖了，这个玩意儿一下就能冲到天灵盖。德国的芥末油炸版的浓缩泡椒汁。这个酸菜肠很特别，它里面有很浓的蒜香味，酸菜加蒜香加烟熏，重口味香肠我的爱。这个看起来最无害的白香肠，里面加的应该是洋葱和欧芹，比其他香肠吃起来口感更嫩。蔬菜口味的香肠，真的发现德国人吃香肠还是挺有一套，这么多种味道差别还不小。最后才是今天的主菜，德国
国脆皮猪肘，我今天就是为它而来的。它一人份的分量就真的很大，里面配了一坨土豆泥，还有一坨德国酸菜。先给大家表演一个空口吃猪肘，果然脆皮猪肘最大的乐趣就在于肥而不腻，感觉外层的油都已经被烤走了，所以它肯定没什么热量，外面的皮真的特别的酥脆，有点像吃那个猪油渣的味道。但它里面的胶原蛋白又流得很合适，再加上里面的肉又有胶质又很 Q 弹。最后的甜点是一份煎午餐肉。我发现德国菜的重点就是重油重盐，但是有一说一，这个午餐肉真的差了一点六婆，德国人就应该尝尝六婆。不是广告哈。今天瞬间爱上了德菜。总而言之，吃多了清淡的日料，偶尔来一顿这种重口味的异国菜也很满足。主要也是想跟大家说，日本除了那些本土菜，这些很难理解的异国菜也非常值得去试一下。跟朋友出来喝喝啤酒，也不输给在居酒屋里谈心。阿基推荐指数8.5分 ，SS 那个玩意儿。以后别再跟我提便利店的关东煮了，料包煮出来的味道怎么能和这种熬了100年的汤比啊？虽然我觉得它可能就没有100年。还有些人说在日本冬天才吃关东煮，我想说我们四川人一年4季都吃火锅。更何况是这种火锅衍生物。又到吃关东煮的日子啊！今天我们吃的就是这家1年前来过的大多福啊，在日本非常有名的一家关东煮店。去年来吃他们家也是下雨。所以呢，现在吃多少跟那个每次来这个地方感觉他们好严肃。它这个汤据说是1915年开始到现在都没有换过配方，汤都是用的第2泡的木鱼花昆高汤。废话说太多，我们开始吧。接下来请听题：关东煮为什么叫关东煮啊？好啦，第一个菜葱丝牛肉，其实就像京酱肉丝，挂着酱汁的牛肉搭配适量的葱丝，和牛是甜的，酱汁也是甜的，就连这个葱丝都是甜的，这种味道也太下饭了。哇，它那个肉炖的好烂啊！关东煮来了，第一块先来个豆腐，它是油炸过的，里面就有很多气孔，气孔里面全部挤了汤汁。再加上一点黄芥末。据说关东煮的起源就是煮各种豆腐。这个章鱼脚也炖得非常的软弹，比起小的鱿鱼腿，还是这种章鱼脚吃起来更 Q 弹。它那个吸盘都已经脱落了。魔芋丝这是我的最爱，一定要让它多挂一点水，这汤底的精髓都在这一口上了，让我看看谁的泪水都从嘴角流下了。哇，接着是这个黄油葱香备注，不得不承认，一入口就充斥着黄油的香味。它放了很多那种就是咸的那种黄油，炖煮过后的备注就很有味道，又香又带着海鲜的鲜味。我发现他们家的菜都会炖得特别的软烂，体验非常顺畅，不愧是我之前给过10分的店。每次来他们家都有惊喜。这个卤蛋真的是黢黑，我们精准的咬掉一半啊，慢慢咀嚼之后，好像还有些许回甜。另外一半最好再蘸一点汤，这个汤真的好新鲜呀！还有这个腐竹，新鲜到了天灵盖。蘸黄芥末的白果就是另外一种感觉了，吃第一口就想家了。今天 Top 1的推荐给到的就是它，离训真好吃。竹轮关东煮的老朋友了，口感像鱼排和蟹棒的结合，但它更有嚼劲儿，且味道更好一点。有些店还会做竹轮鸡肉。等一下，今天喝的太多汤了，我去上个厕所。我发现在国内的时候，很多朋友不喜欢在外面上厕所，接受不了厕所的异味，就算放了消臭的，也只是用香精味去盖过它，所以更难闻了。来了日本好像就没这个烦恼了，无论是餐厅还是酒店的厕所，很多时候会放一个小林制药的消臭源。我也喜欢在家里放几个，不仅除臭，而且味道很柔和，还能调节香味的强度，一个就可以保持3个月左右。外出住宿也可以用到，现在海外商品上点淘 APP 上买还有补助，我也入驻了点淘。大家想知道更多的宝藏成品，都可以来点淘问我。这款消臭源的福利我也放上去了，搜东京阿基只要9块9。好啦，继续下一个菜，接着是萝卜，我可太爱萝卜了，一口下去整个嘴巴很难兜住里面的汤汁。关东煮排名第2。最后是这个福袋，里面藏的是鸡肉和魔芋丝。总的来说，这家店味道让人很舒服，是那种很老的酱油和豆腐熬在一块的味道。最后用一碗极品蒸蛋结束，感觉还有很多东西没吃到，下次再来。阿基推荐指数9分。看玩意儿。百名店，它是日本根据网友的评分和投票选出来的100家好店，它不一定贵，但一定是有某些优点的。今天我们去的这家店就是靠味道取胜，真不错呀！又到了吃烧鸟的日子。今天我们来的是日本的学艺大学站，这个地方它非常的有精神，感觉这有很多的帅哥和美女，但是和我们又有什么关系呢？我们这种犯猪瘾的人，还是不要说那么多废话比较好。我们直接开始吧。等一下，原来卖票机里面真的有人，来日本2年了，第一次看到。到了啊，すみません。さっき電話したのレオです。他家就是那种非常传统的居酒屋，3个大酱，10张嗷嗷待哺的嘴，点了我妈咖啡套餐，开始吧。第一个小菜是酱油毛豆，突然很想念成都的冷淡杯。第2个小菜一端上来，我说这是什么玩意儿啊？它这个居然是番茄加生姜，它俩组合起来是不是感觉没什么道理？酸咸的姜片让番茄的清香更浓郁了，很像我妈做的糖拌番茄。今天的第一串是烤鸡翅，烧鸟店一般会为了把鸡翅烤得更均匀，还有方便啃，就会像这样切开烤。又到了我们最开心的吃鸡翅的时间。你光是把它的骨头扯下来，就能看到里面发光的油水。当牙齿刚刚穿过那层酥脆的鸡皮，舌头就已经尝到了焦香，是附着在上面炭火的味道，油水和焦香混合在一起，还有点粘嘴，甚至有点像死去的鸡翅突然开始亲吻你的嘴唇。嘿，下一串是我们的老朋友鸡脖子肉，看这个油亮的侧面，非常的优秀，一口下去那个弹滑的肉筋和里面挤出的肉汁，一瞬间撑满你的整个口腔。此时此刻，别人是人生赢家，我就是烧鸟赢家嘛。不过我也算人生赢家，毕竟有大家的点赞和支持，我也拍视频记录生活这么久了。这次给大家搞一波粉丝福利，我联合拼多多准备了一批全新的苹果13手机，全都放在了评论区里，都是国行正品，带
全国联保的，没有特殊门槛套路，大家点我的评论区置顶链接的专属通道抢就好啦。但是活动限时，总之都是我的一点心意，大家抓紧时间吧。好啦，继续吃串。接下来基础功鸡胸肉，它用的是鸡的小胸肉，烤出来之后白嫩中透着一点粉红，但是不要被那个外表所欺骗，肉虽然真的超嫩，好了，但是小心芥末把脑鳞盖冲开。接着是油脂大户鸡屁股，这一串就很考师傅手艺了，应该是先用高温烤的，这个皮又薄又脆。鸡油爆珠，果然这种热量高的串吃起来就很满足。接下来这串鸡腿肉还挺有来头的，这种鸡叫卡西蛙，它的脂肪更多，嚼起来的那股油香更浓烈，肉质也更多，所以特别适合用炭火烤。这个就是被称为日本最高等的鸡肉。我发现在日本就是脂肪越多的动物等级越高，我想应该没人能拒绝得了这串。接下来鹌鹑蛋，这个其实和国内吃起来很像，外面的蛋白又弹又脆，必须撒一点海椒面，里面还是溏心的，怎么有点像在吃鹅肝慕斯。这个叫心管，它的特点是特别入味，所以师傅烤的是甜酱，酱汁会钻进它的每个褶皱里面，有点像把鹅肠卷起来烤，但是又很有弹性。然后是鸡心，他们家是把鸡心剖开来烤，所以我们这次很遗憾喝不到里面的鸡汤了，吃起来酱香浓郁，又保留了鸡心原本的一丢丢腥味，恰到好处的甜味。最后一个串是鸡肝，居然放到了最后，我现在形容它真的很厚实，内心是一点夹生的，微甜的生肝加上那个腥味，再配上这个甜酱，半熟鸡肝真的是怎么都好吃。最后的主食没有想到吧？烧鸟冬啊，鹌鹑蛋、香菇和那个小青椒。伦大酱真的觉得我们太能吃了。我发明了新菜蛋碗龙破，关键是吃完这碗饭，还有一碗中华寿把，这碗面很适合半夜来一碗，这一口热汤下肚，把之前烧鸟的油腻都化解了。总的来说，今天这顿特别值，果然还是这种传统居酒屋有人情味。阿吉推荐指数9分，卡玩意儿，好撑啊！我到现在都不懂为什么会有3300万人看着我买龟儿子的视频，我也不知道他火的点在哪儿，但是无所谓，又到了想做那件一直很想做的事儿的时候了。今天正好又是迪士尼最忙的一天，夏日限定发售的日子。我懂了，迪士尼虽然坑我们的血汗钱，但是有些时候它还是有道理的。大概可能 maybe 吧。今年的限定就是这个，你们觉得好看吗？好看的话跟我也没什么关系。今天我们的目标只有一个，无论新品还是老款，把能买到的所有的龟儿子都接回家。至于要花多少钱，这个我们最后再说吧。首先迎面走来的是我们的手帕方针，非常的想轻微吐槽一下这个价格，它只是印了一个图案，可以卖这么贵，还是歪嘴的。喜欢你没道理，进去吧。第一个就感觉不太对劲，然后旁边这个是新到的零食包，我好像没看错，它还卖1700，牛逼啊！进去吧你。接着是原版的人偶，没有服装的版本。呆滞，这个惊愕，这个是哑脸，这个可爱。不要觉得搞笑，一定要挑个脸好的。接着是小龟龟，这个基本上不用怎么挑，因为脸太小了，都差不多。这个是新品，抱抱数据线，还不能单买。它这个是那种盲盒的那种饭，真有你的呀，米老板，但肯定有它存在的意义。进去吧你。然后是挂饰，它那个质感还不错。这个咱们就是说它有点母，但是母就母吧。然后是这个，今天我觉得全场最可爱的新品，它是一个手套布偶，我惨了，这个真的是可爱到没有章法了。再加上我们有2只手，那就买2个吧。请问谁会买这个0.5毫米中性笔啊？哼，好笑啊，无语。旁边还在卖这个20周年纪念款的点心盒，买，然后一眼锁定了旁边的柜子。它属于是一只睡觉的女明星，但这个睡觉的达菲就很可爱了。睡觉的达菲和睡觉的儿子，就当给儿子找了睡伴。你就没什么事儿了。这个是新到的夏日水果糖，我什么时候才能有这个新款的玩偶？最后回过神来买了这么多，这个，但是结账一看好像没有很多。快乐的同时，我还留了一个小彩蛋，给儿子买了件新衣服，因为一直没有新款，所以就买了一件别人刚好合身。慈母手中线，游子身上衣，好看吧？理智消费，别乱买。今天我们去的这家鳗鱼店有点精神，他家不仅蝉联了2年的百名店，而且还有200多年的历史，平均下来100多年得了一次。不是这样算了，总之跟我们就没什么关系。反正我们今天来这家店是有原因的。据说他们家集结了日本最贵的几种鳗鱼，那是不是真的呢？我也不知道。今天来到的是日本的入谷站，这个地方安静文艺，房子上亿，门口会写今天鳗鱼的产地，还有大将的名字。领进门之后就开始非常复杂的选鳗鱼的过程，选好鱼之后我们还得等40分钟。但是心急吃不了热鳗，开始吧。この刺身みたいなうなぎの3点盛りで1つお願いします。他のなんか単品のおすすめとか。大体もう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他家没有小菜，非常的实在。第一个前菜就是鳗鱼天妇罗。你们听咬下去的这个声音就知道它有多脆了。它是怎么把面粉涂得这么薄的呀？很厚一片，里面白嫩的鳗鱼肉嚼起来甚至像山竹肉，撒一点薄盐就很好吃了。接下来这个是我觉得跟鳗鱼最搭的一个菜，鳗鱼厚蛋烧，里面的鳗鱼很肥很嫩。一口下去咬的鸡蛋平平无奇，但是当你把鳗鱼汁嚼出来之后，吃起来会有浓郁的鳗鱼的脂肪香和油香，就你们懂吗？鳗鱼的香味会渗透到鸡蛋的每一个缝隙。它那个酱会显得鸡蛋特别甜。对了，这家店也是我在一个很有意思的 APP Hobby 上面找到的，里面潮流美食、游戏、电竞什么都有，能发现很多同好圈子，还可以互动集星卡，兑换大牌潮服潮鞋。我的手表就是在 Hobby 里面免费换的，大家加入我的新社，我们还能发起线下组局，一起聊聊天什么的，点击左下角就可以一起玩啦。好啦，说回鳗鱼，这是鳗鱼西京烧，吃起来感觉就是干煸鳗鱼，它煸的又香又甜。这个是用鳗鱼的肚子肉卷的香菇，鳗鱼香再加上菌类的特殊香气啊。鳗鱼里面的费列罗说的就是这个，白烧鳗鱼其实很多店都有，其实就是最原汁原味的鳗鱼烧。最后一个前菜是黄瓜鳗鱼，
2个字形容就是清爽。黄瓜保留着清脆的口感和清甜的味道，正好可以中和鳗鱼的油脂。黄瓜负责给鳗鱼解腻，鳗鱼负责给黄瓜香气，这也就是完美的 CP 啊！最后终于到我们的鳗鱼饭了。我们点的是2种鳗，一种叫幻制鳗鱼，一种是河酱鳗鱼。我们先吃这个幻制鳗，看到这个焦褐感了吗？它的特点是骨头比较多，脂肪也没有那么丰富，但是它不管怎么烤都有非常明显的鳗鱼味，而且能够吃到鱼肉的鲜味感和弹性十足的肉质。用渗到下面的酱汁拌着米饭吃，浓郁又不怎么黏腻。河酱鳗鱼就不一样了，它就是一条肥鱼，它不仅脂肪多，而且外焦里嫩，在嘴巴里面破皮之后爆汁的那个感觉。脂肪就是治愈人的原因。筷子轻轻一夹，它就断开了。所以这种烤的东西还是要吃油多的。最后来口汤解腻，汤里都是炭火的气息。来这种百年老店吃饭，有些时候就觉得吃的不是美食，是传承的手艺。好啦，阿基推荐指数8分，看玩意儿。奥特曼最近在日本有多火？我家附近的商店街都换成了它。在日本，一到这种国币级的 IP 复活，氛围就变得非常的好，主题餐厅的人都变多了。总而言之，我们今天也来看一下这个电影。现在在日本上映了6天，票房过了12亿，看完不得不感叹，安野秀明这次是真的很猛。现在现场的情况就是，除了周边卖断货以外，去麦当劳买杯饮料也是他。祖师谷大战那边氛围更浓，车站门口的初代雕像，机上的什么井盖呀，还有商店招牌，甚至路灯都根据奥特曼重新设计了。但是这些都不是重点，今天我最想去的地方其实是这个怪兽酒厂，它是一个由奥特曼作品衍生出来的餐厅。在进去之前，服务员会告诉你，这里就是怪物们下班之后来吃饭的地方，什么地球防卫队员是不能进来的哈。进去之后先是卖周边的，奥特曼和怪兽的其实都有，不过就是这个价格。哦对了，之前不是有很多小伙伴想要奥特曼的周边吗？国内最近欧莱雅男士就出了一款奥特曼联名礼盒，这个包装真的很酷，简约黑橙配色，现在购买还附赠定制款奥特曼纸白锦。最重要的是这个欧莱雅男士醒肤露 Pro， 高级的金属质感，创新旋钮开关，乳液质地很清爽，抗老黑科技玻色因，王牌提亮烟酰胺，皮肤加湿器富维生素加咖啡因，一套组合全下来，击退倦容，抵御初老，让每一位光之少年都拥有好皮肤。好啦，开始点菜。其实他家这个菜单我是没有看懂的，那就先来一个小龙虾推荐的。白生鱼，每点一份就会牺牲一只小龙虾，太残暴了。还好鱼肉吃起来是软脆软脆的。接着是这个菜，这个造型应该很好猜了吧？我们布拉克星人的黄油牛油果，它是用黄油跟芝士煮的牛油果和虾，配着面包吃还挺香的。它每盘菜还会送一个小卡片。下一个菜是香肠，我已经分不清这是哪个怪物了，可能是某一集被打败的香肠怪吧。下面这个菜很明显，刚 Q 啊，它是生鸡蛋加橄榄做的眼球，可以有，但没什么道理。接下来是斯坦德尔星人推荐的烤肉串，又是一个没什么道理的设计，但它烤的是真的很入味儿。斯坦德尔人还是很有品味的，这个应该没几个人猜得出来，它是艾雷金刚和哥斯拉同时代的产物，这个设计明显没什么道理。接下来这个菜是全场最佳，它的设计很有道理，经典名场面。渣赞 VS 特供，其实就是海带怪打章鱼馆，放在面包上面，跟着海带一块吃，橄榄油真香啊！我们的最后一个菜是由佩洛林卡星人推荐的烂炖鸡腿，它除了颜色很像以外，就没什么道理了。但我还是会推荐这个菜，软烂的鸡肉加酸酸的番茄，不仅入味，而且你吃2个都不会觉得腻。我们今天这顿饭吃的真的不是饭，是奥特曼和怪兽的结晶啊！真的吗？好啦，阿基推荐指数7分，只要我们保持内心的强大，就能守护自己的光明。嘿，看玩意儿。